11把冷漠当酷。生活中，有些人觉得不合群，不搭理别人是重个性，把高冷当作自己的标签。他们认为这样能显得与众不同，甚至有种神秘的魅力。然而，这种冷漠往往只是自我包装的外壳，却在无形中推远了身边的人。曾经有个同事小张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。他刚入职时，大家都对新人充满好奇，主动招呼他一起吃饭、聊天，甚至还帮他熟悉工作环境。可小张总是板着一张脸，别人问他什么，他要么不吭声，要么冷冷地回一句：“我自己能搞定。”有次团队聚餐，大家热情邀请他，他却站在一旁，甩出一句：“我不喜欢凑热闹。”语气里满是拒绝，甚至带着点不屑。当时大家尴尬地笑了笑，也莫多说什么。可时间一久，同事们发现他不仅不主动交流，甚至连基本的问候都不回，于是渐渐不再找他。后来公司有个重要项目需要团队配合，小张却被排除在外，他才意识到自己追求的酷其实是孤立，没人愿意靠近一个永远冷冰冰的人。最终他在公司没待多久就离职了，走的时候还抱怨这地方人情太淡薄。其实淡薄的不是别人，而是他自己筑起的高墙。冷漠和酷之间有本质的区别。真正的酷是一种让人感到舒服的距离感，是内心的从容和外在的温和，而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。心理学家研究发现，人际关系的建立需要双向的互动，冷漠的人往往让对方感到被否定，久而久之，别人自然会选择远离。就像冬天里的一块冰，谁会愿意主动去捂热它呢？人性的弱点里，卡耐基说过，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是相互靠近的第一步。如果你总是用冷漠武装自己，等于是在告诉别人，我不需要你们。这样的态度短期内或许能吸引眼球，但长远来看，只会让你失去更多的机会和信任。生活中，我们都见过真正有魅力的人，他们不张扬，不冷漠，却总能让人感到亲切。比如某位邻居阿姨，虽然话不多，但每次见面都会笑着点头，偶尔问候一句今天天气不错，简单却温暖。这种人才是真正的酷，因为他们懂得用适度的热情拉近距离，而不是用冷漠推开别人。小张的故事提醒我们，别让冷漠成为人际关系的绊脚石，适当放下戒备，才能让别人走进你的世界，也让自己融入更大的圈子。12把推卸当解脱。有些人一遇到问题，第一反应不是解决，而是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，觉得这样就能轻松脱身。然而，这种行为不仅解决不了问题，还会让别人对你失去信任。我有个朋友曾讲过他上司的故事，让我至今记忆犹新。那是一家小公司的销售部门，负责一个大客户的项目。因为上司决策失误，选了个不靠谱的供应商，导致产品延期交付，客户投诉不断。事情闹大了，公司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，上司却一脸淡定地说，这事我早就交代下去了，是你们没做好，我当时就说过要盯紧进度。听到这话，团队里的员工都愣住了。明明是他拍板定了供应商，甚至还否决了大家的建议，现在却把锅全甩给下属。会议结束后，员工们私下议论，谁也不服气。从那以后，团队士气一落千丈，大家工作敷衍了事，甚至有人开始找下家。公司业绩下滑，上司最终也被炒了鱿鱼。他或许以为推卸责任能让自己脱身，可结果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推卸责任看似一时解脱，实则是在透支别人对你的信任。这种行为就像借钱不旋，短期内你爽了，长远看却没人愿意再借给你。人际关系也好，职场也罢，都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。当你总是把错误推给别人，别人会觉得你不可靠，甚至开始防着你。我还听过一个类似的故事，有个项目经理，每次团队出错，他都说
这不是我的问题，是技术部门没配合。结果技术部门忍无可忍，直接向上级反映了他的态度，最后他被调离了岗位。推卸责任的人总以为自己聪明，却不知别人早就看透了他的把戏。真正的解脱不是甩锅，而是直面问题。那些有担当的人，哪怕犯了错，也会主动承认，并想办法弥补。比如历史上的曾国藩，打仗时失利，他从不怪将士，而是检讨自己的策略，结果赢得了部下的忠心。俗话说，人无信不立。推卸责任或许能让你躲过一时的责难，但长久下来，你会发现身边的人越来越少，机会也越来越远。与其把时间花在找借口上，不如用在解决问题上，这样才能赢得真正的尊重和自由。13把炫技当实力。生活中，有些人总爱在别人面前卖弄技巧，觉得这样能证明自己很厉害。可这种炫耀，往往只是虚张声势，真正的实力却经不起考验。我认识一个程序员小李，他的故事就是个典型例子。小李技术确实不错，写代码速度快，思路也清晰，可每次团队开会，他都忍不住炫耀，这段代码我2小时就搞定了，你们估计得花1周。一开始同事们觉得他很牛，还会夸他几句，可时间长了，大家发现他只挑简单的任务做，稍微复杂一点的问题他就推给别人，还美其名曰分工合作。有次公司接了个大项目，需要全员参与，小李却因为平时的炫技，没人愿意和他搭档，最后他只能独自完成一个小模块，结果漏洞百出，还拖了后腿。从那以后，团队不再信任他的能力，他也渐渐被边缘化。炫技和实力是两回事，炫技是为了满足虚荣心，实力是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小李的问题在于，他把别人的赞美当成了目标，却忘了技术的真正价值在于应用。我还听过一个故事，有个设计师，平时爱秀自己的作品，总说这设计我随手就画出来了，可一旦客户提出修改意见，他就敷衍了事，结果作品被退回，公司损失不小。这种人表面上看很厉害，实际上却经不起推敲。真正的实力是默默耕耘，用成果说话，而不是靠嘴巴吹嘘。老子说过，大道至简，真正的强者往往低调而务实。比如程序员界的大神 Linus Torvalds 创造了 Linux 系统，却从不炫耀自己的技术，而是专注于完善代码。小李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与其花时间炫技，不如踏实做事。实力不是说出来的，而是做出来的。当你把精力放在提升自己而不是显摆时，别人自然会看到你的价值，否则炫技只会让你成为别人眼中的笑话。14把依赖当信任。有些人把依赖别人当成信任的表现，觉得我靠着你是亲密的象征，可这种行为往往只是单方面的索取，最终伤害了彼此的关系。我听过一对情侣的故事，颇有感慨。他们同居后，女方辞了工作，整天在家玩手机、刷剧，生活费全靠男友。她说：“我信任你，你养我不应该吗？”男友起初没多想，努力工作养家，可他每天加班到深夜，回家还要听女友抱怨：“你都不陪我，太冷漠了。”有次他建议他找份工作，减轻点压力，他却不高兴：“你不爱我了吗？我这是相信你才这样的。”时间长了，男友身心俱疲，觉得自己像个提款机。最后他提出了分手，女方还哭着说被背叛了。可事实是，他的依赖早就把这段感情压垮了。依赖和信任有本质区别，信任是双方独立又相互支持，依赖却是把自己的责任全推给对方。这种行为在生活中很常见，比如有些朋友总爱找你借钱帮忙，却从不考虑你的感受。时间久了，你会发现他们嘴上的信任其实是把你当成了工具。我还听过一个例子，有个员工总依赖同事帮他改报告，说：“我相信你能做好。”
可他自己从不努力，最后同事忍无可忍，直接拒绝，他还觉得别人不够义气。这样的依赖只会让人感到负担，甚至反感。真正的信任是彼此的平衡与成长。莎士比亚说过，爱不是寄生，而是共同成长。比如那些恩爱的夫妻，往往是双方都有自己的事业和空间，互相扶持，而不是单方面索取。把依赖当信任的人，实际上是缺乏安全感和责任感。长此以往，关系只会失衡，甚至崩塌。放下对别人的过度依赖，学会独立，才能真正赢得信任和尊重。15把直白当真诚。有些人觉得说话直来直去就是真性情，认为这样才够坦诚。可这种直白往往忽略了别人的感受，伤人而不自知。我有次参加朋友聚会，亲眼见过这样的场景。一个朋友新买了辆车，大家都夸这车真漂亮，外形设计很有品味。可另一个直肠子朋友却插嘴，漂亮有什么用？这车性能烂得很，我朋友开过，说油耗高得离谱。话音刚落，车主脸色就变了，笑容僵在脸上。其他人想缓和气氛，却不知怎么接话，场面一度尴尬。那个直白的朋友还不自觉，觉得自己说了实话有什么错？可他没看到，车主后来再没提过车的事，聚会结束后也很少再联系他。直白和真诚是两码事，真诚是让人感到被尊重，而不是被刺伤。直白的人往往只顾自己痛快，却忘了语言是有温度的。我还听过一个故事，有个女孩在公司分享自己的新造型，同事都说好看，可一个直白的同事却说，这头发剪得跟狗啃似的，还不如以前。女孩表面笑笑，内心却很受伤，从此对那个同事敬而远之。这种直白非但莫显出真诚，反而让人觉得情商低。孔子说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说话前想想，如果换成自己听到这话会怎么想，或许就能少伤人。真正的真诚是懂得分寸和换位思考。比如你不喜欢某件东西，可以委婉说，我觉得还有进步空间，这样既表达了看法，又不伤人。可惜很多直白的人不懂这个道理，总觉得说实话就够了，却忘了实话也需要包装。生活中那些人缘好的人，往往不是因为他们不说真话，而是因为他们知道怎么说真话，留3分余地，才能既坦诚又不失和气。16把炫富当自信。有些人觉得炫耀财富就能显得自信，把金钱和物质当成自己的底气。然而，这种行为往往适得其反，让人觉得虚荣而非强大。我认识一个老板老王，每次请客吃饭都爱显摆。他请朋友们去高档餐厅，一边点菜一边说，这顿我请了，反正我赚得多，这点钱不算什么。席间他还不忘提到自己的豪车、名表，甚至拿出新买的手机炫耀，这可是限量版，一般人买不到。朋友们起初觉得他豪爽，还会附和几句，可时间长了，大家发现他每次聚会都像在开财富展示会，言谈间满是优越感，让人喘不过气。渐渐的，朋友们开始找理由推脱他的邀请，有人甚至私下说，跟他吃饭太累了，像在听他炫耀人生。老王还不自知，觉得自己出手大方，应该很受欢迎，可实际上他用炫富换来的只是疏远。炫富和自信有天壤之别，自信是内心的充实，是不靠外物也能坦然面对生活的底气，炫富却是外在的张扬，试图用物质掩盖内心的空虚。我还听过一个故事，有个年轻人刚发了财，逢人就说自己买了别墅，换了跑车，结果朋友们表面恭喜，背地里却觉得他浅薄，慢慢不再联系。真正的自信从不需要靠炫耀来证明。道德经里说，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。低调的底气才是真正的力量。就像马云这样的富豪，公开场合从不炫富，反而谈理想、谈责任，才赢得尊重。炫富的人往往是因为缺乏真正的安全感。
他们害怕别人不认可自己，于是用金钱撑场面。可惜，这种行为只会让人反感，而不是欣赏。生活中，那些真正自信的人，往往朴实无华，他们的价值靠行动展现，而不是嘴巴吹嘘。老王的故事提醒我们，与其用财富装点门面，不如修炼内心。当你不再需要别人的掌声来肯定自己时，那才是真正的自信。17把多疑当谨慎。有些人对谁都不放心，总觉得别人有阴谋，把多疑当成谨慎的表现。可这种态度往往让人觉得难以相处，还把自己逼进孤独的角落。我家小区有个邻居老王，就是这样的典型。每次社区组织活动，比如分发物资或聚餐，他总怀疑别人多拿了他的份儿。有一次，居委会发放节日礼品，大家排队领取，老王却站在一边盯着，嘀咕：肯定有人多拿了，我得看着点。领完后，他还非要检查清单，确定自己没吃亏。结果，别人看他斤斤计较，渐渐不愿和他搭话，他却觉得自己聪明，说：我这是小心驶得万年船，现在的人心太坏。可实际上，他的多疑没保护自己，反而让他成了大家眼中的怪人，连基本的邻里问候都没了。多疑和谨慎是两回事，谨慎是有理有据的防范风险，多疑却是毫无根据的猜忌别人。我还听过一个职场故事，有个员工小李，每次同事私下聊天，他都觉得是在说他坏话。有次团队分配任务，他主动要求独干，说我不信你们，怕你们抢功。结果他一个人忙不过来，项目还拖了进度，领导和同事都对他失望。多疑的人总以为自己看透了人心，可其实只是把自己困住了。曾国藩说：以诚感人者，人一诚而应。信任是关系的基石，疑心太重只会让自己活得辛苦。真正的谨慎是在信任的基础上保持警惕，而不是把所有人都当敌人。多疑的人往往源于内心的不安全感，他们害怕被伤害，于是用猜忌保护自己。可惜这种保护只是假象，反而让他们失去更多。放下过度的防备，给别人一点信任，才能换来真正的和谐。老王的经历告诉我们，多疑不是智慧，而是自找的孤立。18把懒惰当随性。有些人把懒惰包装成随性，觉得拖拖拉拉、不慌不忙是一种生活态度。可这种随性往往只是对自己的不负责，最后害人害己。我有个大学同学小张，就是这样的例子。他上学时总说自己随性，作业拖到最后一刻才写，考试靠突击，经常通宵补资料。老师催他交作业，他笑着说：我喜欢自由，不爱被逼。同学们起初还羡慕他轻松，可毕业后他进了家公司，还是这副老样子。工作3天打鱼2天晒网，领导布置的任务，他总说慢慢来，急什么？结果 deadline 一到，他手忙脚乱，质量还差得不行。没多久，公司裁员，他第一个被开除。后来他抱怨，这社会太苛刻了。可其实不是社会苛刻，是他自己的懒惰断了后路。懒惰和随性有本质区别，随性是懂得取舍，知道什么重要，什么可以放松；懒惰却是逃避努力，把拖延当借口。我还听过一个故事，有个年轻人创业，朋友劝他早点做市场调研，他却说：我随性惯了，走一步看一步。结果产品推出后没人买，他才后悔没准备充分。真正的随性是有计划的轻松，而不是无序的懈怠。爱因斯坦说，天才就是99%的汗水加1%的灵感。没有人能靠懒惰成功，随性只是懒人的自我安慰。懒惰的人往往缺乏自控力，他们喜欢及时享乐，却不愿为未来付出。小张的故事提醒我们，别用随性当借口，踏实一点才能走得更远。生活中那些活得从容的人，往往是因为他们早早准备好了，而不是临时抱佛脚。放下懒惰，
才能真正拥抱自由。19把奉承当友好。有些人为了讨好别人，满口甜言蜜语，觉得这是友好的表现。可这种奉承往往让人觉得虚伪，反而坏了关系。我认识一个同事小赵，就是这类人。他每次见领导，嘴巴就像抹了蜜，您真是太有眼光了，这决定太英明了。领导笑着点头，他还以为自己很会来事，可背地里他却跟我们抱怨，领导其实挺无能的，全靠运气。同事们听多了，觉得他两面三刀，谁也不愿和他深交。有次公司聚会，他又对领导一顿吹捧，结果有个同事忍不住说：“你夸的这么假，领导又不傻。”小赵脸红了阵，可还是嘴硬：“我这是搞好关系。”最后领导也看出他的虚伪，关键时刻莫提拔他，他才傻了眼。奉承和友好是两回事，友好是平等的交流，真心换真心，奉承却是低三下四的迎合，带着目的性。我还听过一个故事，有个销售员对客户百般奉承，说得天花乱坠，可客户一问细节，他就支支吾吾。结果客户直接说：“你别拍马屁了，说点实在的。”奉承的人总以为自己聪明，可别人早就看穿了他们的伎俩。菜根谭说：“君子之交淡如水。”真正的友好不需要花言巧语，而是用行动证明。奉承的人往往缺乏真诚，他们用假话撑场面，却忘了真心才是关系的根本。小赵的教训告诉我们，与其费尽心思拍马屁，不如踏实做人。真正的朋友和尊重是靠诚意赢来的，不是靠嘴巴吹出来的。20把固执当坚持。有些人把固执当成坚持，觉得不听劝、不妥协就是有骨气，可这种态度往往只是盲目的执念，害人害己。我有个朋友老李，炒股时就吃了这方面的亏。他买了只股票，开始还赚了点，可后来行情下跌，朋友们劝他止损，他却说：“我就不信它不涨，我有耐心。”他坚信自己的判断，拒绝卖出，甚至还加仓。结果股票一路跌到谷底，他亏得血本无归。事后他还怪朋友莫提醒够，可当时谁的话他听过呢？他的固执非但莫换来回报，反而让他损失惨重，连带着家庭关系也紧张起来。固执和坚持有本质区别，坚持是有方向的努力，基于理性和判断；固执却是听不进意见的偏执，纯粹为了面子或自我安慰。我还听过一个例子，有个创业者的产品不受市场欢迎，团队建议调整方向，他却说：“我相信我的眼光。”结果公司倒闭，他才后悔莫听劝。曾子说：“吾日三省吾身。”懂得反思，才能少走弯路。固执的人往往太过自我，听不进别人的声音，最后只能自食其果。真正的坚持是在听取意见后仍坚定目标，而不是一意孤行。老李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固执不是力量，而是障碍。放下执念，多点灵活，才能找到正确的路。